多对前排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漂亮！中国18连胜地狱魔童横空出世，小手一指便可毁天灭地，一记预判顶膝彻底摧毁了老外仅存的有生力量。这个小手一指便可轻松取胜的小伙子可不简单，他叫崔留才，来自河南周口，绰号地狱魔童。纵横国际擂台3年之久无一败绩，18战18胜18次 KO 的战绩更是让他达到了无可匹敌的高度。在这个级别当中，崔留才敢称第二，那将无人称第一。摔跤柔术出身的他，地面缠斗技术十分高超，后又与邱建良、铁英华等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站立格斗训练，让这位本就成神的小伙子变得更加出神入化。就是这么一位连战连胜且无一败绩的小伙子，最终被外国冠军盖尔迪盯上。这个家伙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，打了10多年的比赛，从来没有被击倒过，至此被众多媒体统一评为是拳坛不倒翁。盖尔迪厉害是厉害，就是素质不是特别高。赛前扬言一定会终结崔留才的连胜战绩，并让其滚回农村老家农耕生存。真以为崔留才会因为这1-2句话畏惧吗？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崔留才什么样的阿猫阿狗没见过？1年之内不打废3-5个像盖尔迪这样的选手，崔留才根本没办法和教练和队友们一个交代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崔留才的精彩表现。崔留才打的一直都是雏量级的比赛，打了这么多年，崔留才已经在这个级别当中脱颖而出，不管对手是何方神圣还是哪国的世界冠军，他都可以在其中快速取胜，继续保持连胜不败。18连胜的战绩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然而盖尔迪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，比赛刚开始就在崔留才面前晃来晃去，打出的任何一次进攻也极具有威慑力。达到了1.77米，哎，看着就长，肩很宽，对，哦，很凶啊，变化不多。前后手的这个程式化很明显。对。盖尔迪啊，在中国也是经常打比赛，身材呢比较强壮，在这个级别是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他其实刚才也说了，是比较擅长地面缠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刚才呢，王一博老师也专门说到了这个崔留才，崔留才呢，在进入地面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要擅长在地面缠斗作战的崔留才也改变了以往的作战风格，就是因为有了邱建良和铁英华的帮助，崔留才的站立格斗技术也有了非一般的提升。然而邱建良和铁英华也跟随崔留才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摔跤柔术。互助小组的意思就是互帮互助，学习别人的长处，增强自己的短处。崔留才从一开始就只会打地面，到现在站立地面双修，期间少不了邱建良和铁英华这些人的帮忙。这个纤弱啊，是从这个整个我们目测看，崔留才的肩宽啊，好像他比这对手要宽一些，而且解析度更好一些。对。这个崔留才减重的时候特别讨厌这个别人在他面前吃东西啊，哟，小心！哇，一个摆拳，崔留才摇闪开，左腿的扫踢太近了，所以刚才那个闪还是非常及时的。两个人目前都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这个进攻，但是相对来说盖尔迪还重。盖尔迪一波接一波的进攻看上去很厉害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连续的进攻并没有让崔留才搞不清状况，反而让崔留才更加确切盖尔迪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手啊，留才要想想办法。对，这个我们看到他在上来之后连续的这种方式多次得手了。前摆跳膝，哎，刚才呢确实就像咱们仔细来观察一下慢动作回放，我们就会发现崔留才的恐怖之处，宁愿在此之前白白挨到盖尔迪的重击，也不愿暴露即将实施的进攻招式。这一次预判顶膝算是崔留才职业生涯的神来之笔。盖尔迪直接放弃了抵抗，对，就这一下。有请下一位受害者出场，来自埃及的贾马尔穿了一条灰色短裤，中国地狱魔童崔留才依然是红色短裤。这一次远赴埃及打比赛是由邱建良领衔出战，再加上在此之前邱建良和队员们纷纷取得胜利，为了能让中国战队获得更大的比赛优势，崔留才在赛前特意临时抱佛脚向邱建良加深了一下站立格斗技术。毕竟大部分埃及选手都是拳击出身，贾马尔是从拳击转战到的综合格斗。先不说他的地面缠斗技术如何，仅凭一个站立格斗技巧就可以扰乱崔留才的心智。一个什么样的连续的冲拳袭击？崔留才进入内围，对方想把崔留才推开。对方的这个拳还是蛮快的。对，石留才示意想击掌对方无动于衷后手。第三，又一次，既然贾马尔特别擅长在站立格斗领域作战，
那么崔留才就不得不拿出老本行来与贾马尔展开对抗。在前向邱建良请教作战计划，只是为了能保证与贾马尔保持一个正常的战力对抗。其实，在战力对拼当中，崔留才并不占优势。贾马尔的战力技术真的太恐怖，完全搞不清楚他下一秒会实施什么样的出招计划，作战体系也是非常难搞懂。这或许就是埃及选手的恐怖之处。很有意思啊，他一直把自己左腿的裤管一直撩得很高。双方杠了一下腿。他在不停往前压。崔留才实际上是一个接触 MMA 运动比较早的选手，但是一直以来呢，他是这个，对方的这套连击还是挺有威胁的。上钩，你强任你强，我有光头强。在此之前，崔留才曾是小光头，为了能更好发挥出来地面缠斗技术，更好赢下比赛，崔留才不惜将头发剃光登上擂台打比赛。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崔留才特别热爱这份体育事业。不进入到地面缠斗的话，崔留才完全无法展开全方位进攻。一旦进入到地面缠斗，那么属于贾马尔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起来了，这手拳很快啊，刚才直接把崔留才给打倒了。这边有个抓龙网的嫌疑，裁判是不停的拍对手手。赵子阳老师的手刀，又一次抓龙网。贾马尔为了防止崔留才快速不知所计把位，不惜抓笼子违反比赛规则，也不愿让崔留才快速取胜。这个行为十分的恶劣，违反比赛规则者完全就没把比赛规则和裁判放在眼里，甚至都没把整个赛事方放在眼里。扣除1分对于贾马尔来说影响非常的巨大，不能说贾马尔的整个心态都出现了问题，情绪波动肯定是有的。这个赵老师突然展示出来了自己在这个手刀上的修为啊！又是连续的冲拳之后啊，我们看崔留才现在这一段还是比较被动。对，阿曼德贾马尔想用战力把对方终结掉。一手，崔留才，我相信如果进入，漂亮！又一，非常示意对手进入到他的地面攻击当中。崔留才的地面呢是比较有自己特色的，大多数选手在地面上会选择做这个扫击，比如说把对方从上位到下位旋转过来，或者去攻击对方的上肢和颈部。崔留才大部分的第一攻击点都会在脚部或者膝盖。崔留才的摔跤柔术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，只是用了3成功力，贾马尔就有点顶不住。不惜违反比赛规则，也要限制住崔留才的整体发挥。在战力取得优势的贾马尔认为胜券在握，结果下一秒就被崔留才带入到了地面缠斗。就算被贾马尔拿到了脖子，崔留才依然能稳稳地控制住整场比赛的局面。做复过，这个被对方做这样的一个死情报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做南北位的转换，这样会更有效一些，而且对方的手臂就成为了我们的攻击目标。崔留才是强起，起身了，我也出来了。现在进入崔留才的节奏，我们看，对方是死抱着崔留才，这边手啊是举得很高，骑的也很高，左边要小心十字固的机会。果然，要不要做？已经很紧了啊，有了。那这个十字固还是比较明显的。10秒钟拍了，崔留才赢了。战力格斗技巧高超的贾马尔最终败给了崔留才的地面。上一场比赛是崔留才以战力的方式取胜，然而这一场比赛则是以老本行取胜。看谁还敢说崔留才只会打柔术摔跤？崔留才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地狱魔童，能快速取得18战全胜，并非是意外所致，而事实实在在用实力打出来的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崔留才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